在赛博朋克边缘行者最后的决战中，亚当重锤不仅杀掉了观众们最喜欢的瑞贝卡，还不断的叫嚣自己有多么的独特，最后甚至连大卫也死在了他恐怖的战斗力下。但这个觉得自己有多么特殊的人，却会在未来遇见一个叫威的男人，而威会让亚当重锤觉得自己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独特。我们今天要讲的正是赛博朋克2077的故事。在未来的2077年，夜之城成为了全球大型企业的中心，而像荒坂这种高科技公司崛起以后，就开始逐渐控制了人们的生活，这也导致贫富差距被拉到了空前的程度。大型企业的打工人过着看似光鲜亮丽的生活，实际却是整天勾心斗角。过于贫穷的社会底层人，则逐渐形成了各自占据一方的街头帮派。而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威，便是从小混迹于夜之城海伍德的街头小子。故事的起因要从一次他仗义的为朋友出头说起。威的朋友因为欠了一个叫科克的钱，如果还不上，那自然免受不了一顿皮肉之苦。于是威非常爽快地答应帮朋友求情，但毕竟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威也只能客客气气地跟对方交涉。你他妈没地方坐吗？科克看在威的面子上，表示可以不再追究，甚至欠的账也可以一笔勾销。但他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让威去偷一辆价值不菲的超跑。如果威能搞到这辆车，还能拿到一笔分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于是威立马出发前往超跑所在的停车场。路上他遇见了许久未见的中间人神父，而在夜之城有着很多像神父这样的中间人，他们消息灵通，门路广泛，经常会为一些非法活动牵线搭桥，并在其中赚取佣金。坐着神父的车，威非常顺利地来到停车场，并找到了这辆跑车。他用科克给的设备破解了车锁，可就在他刚刚坐上车还没来得及发动的时候，一个彪形大汉突然出现，并且想要黑吃黑。但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夜之城的警察 NCPD 出警效率也是相当的快，他们立马就把停车场围得水泄不通。而车主此时也赶到了这里，愤怒的车主把警长臭骂了一顿，离开的时候还吩咐警长把威和这个大汉的腿打断扔海里，省得到时候还要浮上来。好在警长和威一样是海伍德出来的，于是警长只是将二人打晕后扔了出来。因为同样是街头混混，威和大汉也算是有共患难的缘分了。大汉名叫杰克，同样也是海伍德出身，当然没有什么矛盾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于是杰克非常爽快地邀请了威，二人因此成为了朋友。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威和杰克成为了形影不离的弟兄。杰克带着威住进了自己的家，并帮着神父完成了不少中间人的任务。靠着赚来的佣金，威买了自己在夜之城的第一辆车。于是二人更加卖力地完成差事。靠着自己的努力，威成功地在夜之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随着他们逐渐混得小有名气，夜之城最牛的中间人德克斯特带着能够大富大贵的差事找上了他们。德克斯特希望威和杰克能够帮他偷出荒坂科技公司的一枚只有人上人才能享受的生物芯片。而在这个富人能够轻易决定穷人生死的夜之城，作为巨型企业的荒坂公司那就是天。如果一旦任务失败，结果可想而知。但在碌碌无为和名扬天下之间，威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随后德克斯特安排了这次任务的委托人艾弗林与威见面。艾弗林告诉威，芯片就在干壁大厦顶层的套房里，而这间套房里住的人叫荒坂赖宣，此人正是荒坂公司创始人荒坂三郎的儿子。也就是说，威需要潜入荒坂太子所住的房间偷取芯片。好在因为赖宣和他父亲的观念不合，这枚芯片也正是赖宣从荒坂实验室里面偷出来的，自然也不会做太明显的安保措施。之后艾弗林将威介绍给了一名叫朱迪的超梦编辑，想要利用之前艾弗林和赖宣欢喜的超梦录像，找出房间内芯片的准确位置。而超梦可以理解为能够体验感知和情绪的 VR 设备。通过超梦录像，威成功的找出了芯片的所在。接着威和杰克一起找到了漩涡帮的总部，从漩涡帮新老大的手里抢回了本属于德克斯特的小平头机器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小平头破解酒店的安保设备。万事俱备，威和杰克在德克斯特的帮助下，坐上了拥有顶级安保系统的德拉曼专车，成功的进入到了干壁大厦。在提前订好的套房里，他们利用小平头机器人将赖宣所在房间的所有安保设备瘫痪以后，进入到了赖宣的房间，并成功的找到生物芯片。但就在这个时候，赖宣却突然回来了，威和杰克只能躲在客厅的荧幕后面，通过单向镜子看着外面瑟瑟发抖。而跟在赖宣身后的正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亚当重锤，而荒坂公司的创始人荒坂三郎也出现在了这里。原来是因为荒坂三郎发现赖宣偷走了生物芯片，专程赶来斥责儿子背叛了自己，但赖宣却在争执下亲手掐死了荒坂三郎。随后赖宣立马联系了创伤小组，并且下令封闭了整个大厦，谎称有人毒死了荒坂三郎。偷看太子篡位确实刺激，但对于就在一墙之隔的威和杰克来说，这也刺激的有点过头了。随后二人趁着赖宣离开房间的机会，逃到了干壁大厦的外墙，但接到消息赶来的创伤小组也发现了他们。本着客户就是上帝的原则，创伤小组立马就对二人发动了攻击。在重型火力的扫射下，杰克不幸被打中，身负重伤，而装载生物芯片的箱子也被打碎。为了保障芯片的完整，杰克毅然决然地将芯片插入到了自己的脑机接口。靠着仅剩的意志，杰克和威一起杀出了干壁大厦，坐上了等在门口的德拉曼专车。而在他们逃跑的路上，亚当重锤突然出现，拦住了去路。如今的威自然不是他的对手，靠着德拉曼超强的防御系统，二人成功逃离了追捕。但因为德拉曼专车不能中途更改线路，导致不能立马送杰克去找一体医生。原本就身负重伤的杰克，如今已经奄奄一息。无权你妈无权，照我说的做。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杰克将拿命换来的芯片插进了威的脑机接口，这也代表着杰克将自己成为夜之城传奇的梦想托付给了威。你才是真正的大人物，杰克。强忍悲痛，威交代德拉曼将杰克送回家，而他自己则独自一人前去找德克斯特完成任务。但因为荒坂皇帝的死，导致整个夜之城都在追捕威。对于德克斯特来说，人是不是威杀的已经不重要了，撇清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德克斯特偷袭了威，他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直接一枪爆了威的头。时间不知道过去了多久，本应该死透的威，却在夜之城郊外的垃圾场复活了过来。将自己从垃圾堆里刨出来的，竟然正是德克斯特。见威苏醒，旁边另一个人竟然直接杀掉了德克斯特，而这个人正是荒坂三郎的死忠竹村五郎。随后五郎立马通知赖轩已经找到了凶手，但就在回去的路上，他们竟然遭到了一群荒坂忍者的追杀。正是因为赖轩害怕真相暴露，才派人除掉后患。经过了一路的战斗，威又一次陷入了昏迷。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身处一体医生老维的诊所。老维和威已经是多年的老相识了，就算威还欠着自己2万块钱，老维也还是尽全力让威苏醒了过来。凭借老维多年的经验以及威昏迷时产生的幻觉，推断出了威死而复生的真相。而一切的起因要从50年前一个叫强尼银手的传奇人物说起。这个强尼因为憎恨万恶的资本主义，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带着自己的好友罗格等人背上2颗核弹，乘坐直升机进攻了荒坂在夜之城的总部，并在荒坂塔中心的电梯安装了核弹。可就在撤离的时候，强尼被随后赶到的亚当重锤留下。当强尼醒来的时候，核弹已经成功引爆，但荒坂帝国却没有因此消亡。荒坂三郎自然不会让强尼就这么痛快的死，于是荒坂将他的灵魂转移到了一块生物芯片中，这项技术则被荒坂称为灵魂杀手。而威在死亡以后，生物芯片被激活，并且像施展了神迹一般修复了威的大脑，但芯片里强尼的灵魂也逐渐开始占据威的身体，也就是说，要不了多久，威的身体就会被强尼的灵魂所取代。为了找到摆脱强尼的方法，威选择去和救过自己的五郎见面。五郎经过之前的追杀，以及现在被全城通缉，再加上威说出的赖轩篡位的实情，他下定决心要让赖轩付出代价。在五郎走后，强尼也再次出现在威的面前。既然暂时不能得到身体的控制权，为了完成对荒坂的复仇，以及搞清楚生物芯片中的秘密，强尼选择了互相帮助，而威也只想保住自己的性命。于是二人只能暂时联手。经过商议，威决定先去寻找制作芯片的首席工程师赫尔曼，或许能够从他那里知道一些芯片的秘密。在强尼的建议下，威前往夜之城的来生酒吧，找到了强尼的好友，那个号称夜之城女王的罗格。当然拿钱好办事，在给了罗格一笔不菲的佣金以后，罗格拿出了赫尔曼的资料。原来这个赫尔曼从荒坂跳槽到了一家叫康陶的科技公司，康陶公司为他配备了大量的安保，而他所乘坐的浮空车会在不久以后经过夜之城外的一处平原，只要能够把浮空车打下来，就能抓到赫尔曼。在罗格的介绍下，威找到了流浪者帕南，因为在夜之城外的恶土，只有像帕南这种熟悉地形的流浪者才能协助威抓到赫尔曼。帕南本不想多管闲事，但威在之后帮助帕南夺回了自己的爱车。本着互帮互助的原则，帕南和威一起开始了抓捕赫尔曼的行动。他们在浮空车必经的路上，利用 EMP 对发电厂的冲击瘫痪了浮空车，并用一发 RPG 成功的将浮空车击落。帕南所在流浪者营地中的米西和蝎子却因为不知情，本着能帮就帮的原则，他们想要过去帮忙救援，可是因为 EMP 引发的通讯失灵，帕南无法跟他们取得联系，于是二人赶紧朝着坠机的地方追去。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蝎子已经被康陶公司的安保人员当场击毙，而米契也被抓捕了起来。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威成功的救出了米契，但赫尔曼已经先一步逃走，于是威立马再次追了上去，终于赶在康陶带走赫尔曼之前抓到了他。而随后赶来的流浪者家族首领索尔带着大批的流浪者成员，将康陶的增援部队全部击溃。告别帕南以后，威把赫尔曼带到了一间汽车旅馆，就在赫尔曼的口中逼问出了芯片的秘密。就算威强行摘除了芯片，也无法阻止强尼的人格侵占威的身体。无奈之下，威也只能另寻他法。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和强尼的关系逐渐熟络，威也没有那么的排斥强尼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两人甚至还有说有笑的坐起了过山车。我敢打赌，我像个小姑娘一样嗷嗷尖叫。我操！玩归玩，闹归闹，当务之急还是得将强尼的人格从自己身体里面剥离出来。于是威准备前去寻找之前让他和杰克偷芯片的委托人艾弗琳，但是由于艾弗琳在经过了之前的事情以后便没有了音讯，威只能联系当时那个超梦编辑朱迪。在朱迪提供的线索下，威殴打了一个叫指头哥的人，在通过指头哥提到的超梦录像中，竟然发现艾弗琳正被一个贩卖人体器官的组织关在了一座废弃的工厂中。之后威一路杀进了工厂，成功的救下了艾弗琳，但艾弗琳已经被折磨得神志不清。好在通过艾弗琳脑中的超梦，威知道了指使艾弗琳去赖轩房间录制超梦的正是太平洲的巫毒帮。于是威来到太平洲，成功的找到了巫毒帮的首领布里奇特。布里奇特想要在赛博空间中寻找突破黑墙的方法，但却一次次被网监阻拦。赛博空间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网吧，而网监就是网管。想要通过安全模式免费上网，就需要躲过网管的盘查。小时候在网吧用安全模式白嫖的观众请举手。也就是说，只有突破了黑墙，才能去探索墙外无尽的奥秘。但要想逃过与网监的斗智斗勇，那就只有联系上黑墙外一个叫奥特的意识体，才有一丝希望找到突破黑墙的方法。而这个
个奥特正是强尼银手最爱的女人。为了和奥特取得联系，威进入了防止过热的冰水中，在布里奇特的引导下，进入到了强尼的一段记忆中。时间正是强尼炸掉荒坂塔的前几天，在他与奥特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欢喜以后，奥特竟然被荒坂公司派人绑架，强尼则被偷袭昏迷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他被一个叫汤普森的记者所救。汤普森想在强尼这个当红摇滚歌手身上挖出更多的猛料，于是他选择了继续帮助强尼。而之所以荒坂公司要绑架奥特，是因为奥特是夜之城顶级的黑客，他开发了一款叫灵魂杀手的程序。荒坂的皇帝荒坂三郎有了这个技术以后，就能将自己的意识储存在云端，从而实现另一种意义上的永生。于是愤怒的强尼带上记者以及罗格等好友闯进了荒坂塔。可当强尼再次见到罗格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灵魂杀手的第一个实验体，也就是说罗格的肉体已经彻底死亡。愤怒的强尼痛揍了一旁还在拿着摄像机记录的记者，这才有了强尼用核弹炸毁荒坂塔的事迹。回到威这边，他进入到赛博空间以后，通过触摸黑墙，威和银手如愿以偿的见到了奥特，但如今的奥特已经成为了没有任何感情的意识体。无奈之下，强尼只能求奥特救威，毕竟与强尼的记忆还在。奥特也没有拒绝，于是奥特告诉他们，只有荒坂公司一台叫神鱼的机器，才能有那种将强尼从威体内分离出来的算力。之后，奥特将还没有来得及跟他好好道别的强尼和威送出了赛博空间。既然知道了重要的线索，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进入荒坂公司。在路上和自己最爱之人见了最后一面的强尼，也对威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目睹过公司夺走农民的水源，最后是土地。我宣战，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是我的眼中钉，也不是为了怀念过去的美国才这么做的。这他妈是一场人民反抗脱缰的社会体制的战争，也他妈是一场对抗乱世的战争，你明白吗？既然有了前进的方向，之后威在夜之城的码头见到了五郎，想要通过他的帮助找到进入荒坂塔的方法。五郎告诉威，想要进入荒坂塔，就需要将赖宣篡位的真相告诉荒坂三郎的女儿荒坂华子。只要真相大白，五郎也就能回到荒坂公司，而威也能得到进入神域的机会。于是五郎叫来了华子的贴身保镖小田，想要在华子抵达夜之城的时候，靠着小田的掩护见到华子，但小田却丝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五郎的请求，并说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于是威和五郎只能另想他法。好在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他们决定在华子抵达夜之城的日本街，借着庆典游行的掩护，强行进入华子所在的浮空车中。于是威联系上了日本街的中间人和歌子，在和歌子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了当晚的安保部署以及线路图。终于等到了庆典举行那天，街道上那是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夜之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所有人都在观看这一场盛世游行。但威可没心情欣赏这些，他悄悄地解决了藏在四周的安保人员，找到了藏在暗处负责主控的安保黑客。就在威想要接管安保系统的时候，却被突然杀出的小田阻止。这样的话，威自然就不会再讲武德，他几下就将小田打倒在地。通过接管安保监控，威找到了华子所在的地方，顺着指引，五郎成功的来到了华子的面前。但华子显得非常激动，五郎只能强行打晕带走，将华子带到了一处藏身点，并说出赖宣篡位的真相。但华子却始终一言不发。就在这个时候，暴恐机动队不顾华子的安危，直接用重型火力轰炸了藏身点，导致五郎当场死亡，华子则被救走，而威只能逃到了城外的一间汽车旅店躲藏。没过多久，一名信友来到了威的房间，原来是华子的替身。华子在之前就觉得荒坂三郎的死肯定没那么简单，再加上威和五郎的出现印证了他的想法，于是威在华子的邀请下来到了一间酒店和他见面。华子表示能够帮助威进入神域，分离他与强尼的人格，而前提条件就是让威帮他出面指证赖宣的罪行。还没等威想好，芯片的进一步侵蚀大脑，导致他昏迷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威已经身处老维的诊所。经过老维的诊断，威现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老维给了威最后几颗抑制药以及一把枪，让他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该怎么做。失落不已的威来到酒吧天台，看着眼前夜之城如梦如幻的夜景，他做出了选择，他一定要活下去。而为了活下去，威不顾强尼的劝阻，吃下了最后几颗抑制药。威决定要和他曾经嘴里一口一个的公司狗合作。失望的强尼只是默不作声的回到了威的意识空间里，或许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是在神域里了吧。在电话里，威同意了华子的请求，随后他便来到了荒坂的总部，而华子也告诉了威一个惊天的秘密，原来荒坂三郎并没有死，而是将自己的意识上传到了神域，也就是说三郎以付出肉体的代价，让自己永远的可以在幕后操纵荒坂公司。之后华子带上威来到了荒坂总部的会议现场，威当众说出了赖宣弑父的真相，但这群公司高管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街头小子所说的话。直到荒坂三郎的投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赖宣的阴谋也彻底被揭发，华子顺其自然地接管了荒坂公司的大权。但就在这个时候，赖宣派出了大批手下袭击了会议现场，既然撕破脸，威索性放开了手脚，一路杀向了赖宣所在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是面对亚丹重锤的时候了，这个将全身肉体都改造成一只的怪物，大卫、瑞贝卡、强尼这些人都死在了他的手里。但接下来威会让这个觉得自己很独特的垃圾感受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独特。看好了大卫，斯莱威斯坦是罪恶的。亚当重锤其实也没有多么独特，
随后威来到了赖轩的面前，自知大势已去的赖轩彻底放弃了抵抗。随着华子的到来，威也总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华子兑现了承诺，让威进入神域。在神域里，威见到了强尼，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本想好好的道别，但强尼对威帮助荒坂卖命的行为失望透顶，两人的最后一次相见也只能不欢而散。当威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身处荒坂在太空中的实验室，芯片也被成功的取了出来，但威的意识却遭到了很大的影响，只能日复一日的接受那永远没有尽头的康复训练。而就在威眼前的电视机上，播报着荒坂三郎竟然借助赖轩的身体重新复活了过来。果然资本永不灭，赢家永远都是资本。威失败的很彻底，终于他受够了没有尽头的康复训练。在发泄了自己的情绪以后，工程师赫尔曼来到了威的面前，他告诉了威一个坏消息，虽然芯片被成功的取出，但芯片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十分巨大，也就是说威只剩下了半年时间可活。现实是残酷的，荒坂公司可不会为了一个街头小子像对待皇帝一样去对待威，而如今的威只有两个选择，一是舍弃自己的肉体进入神域，成为荒坂公司的实验品，二就是回到地球度过自己最后半年的时间。最后威选择回到地球，怀着复杂且低落的情绪，威拿上了自己的行李，向着离开太空舱的方向走去。在飞船上，他看向了蔚蓝且辽阔的地球。杰克，你才是真正的大人物，就像你说的那样，夜之城没有活着的传奇。我是修边狂魔，咱们下期再见。